在中国历史上，有一部书几乎被所有时代的军人、政治家甚至企业家奉为圭臬，它的名字叫《孙子兵法》。这本书不只是谈战争，它讲的是策略、人性与智慧。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对古代最神秘的军事思想家孙子，还有那本改变世界的兵书。孙子，名武，字长基，大约出生于西元前500多年，也就是春秋晚期。那个时代，天下诸侯在割据，战争几乎成为各国之间唯一的对话方式。据说孙子原是齐国人，后来因为政局动荡，南下到了吴国。吴王阖闾听说他精于兵法，便召见他，并要求他亲自展示军纪之术。这段故事在《史记·孙子吴齐列传》中有记载。传说孙子以宫女为兵，严格训练，甚至当场执行王妃，让所有人见识到军令如山这件事，震撼了吴王，也奠定了孙子的威望。从此，他被任命于将领，率领吴军北过强楚，威慑诸侯。不过，真正让他流芳千古的，不是战功，而是那部非常经典的军书《孙子兵法》。这本书只有13000多个字，共13篇，却几乎涵盖了所有战争的哲理，从战前的谋划，到战时的行军，再到情报与心理战，层层深入，条理分明。孙子开宗明义说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意思是战争关系到国家存亡是极其严肃的事，不能轻易发动，也不能草率应对。这句话就奠定了全书的基调。它不是在教人怎么好战，而是在教人怎么避免愚蠢的战争。他提出了5个关键因素，叫做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。道是政治与民心，那天呢，就是在教育大家是时节与天气；地呢是地形与环境；将是将领的才能；法是军歌与纪律。这5者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，也构成了孙子观察世界的方式。很多人以为《孙子兵法》讲的是阴谋论、阴谋诡计，其实不然。孙子说：“兵者，诡道也。”这里的诡不是奸诈，而是灵活，是对人性与变化的洞察。他懂得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，是心理与策略的对抗。真正的胜利者不一定要靠血腥与屠杀，而是要让对手在未战之前就失去了所谓的意志。话是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这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种深层的思维的模式。知彼是了解对方的强弱、意图与性格；知己是认清自己的能力、资源与极限。很多人能知彼，但不能知己。孙子认为呢，只有2者兼具，才不会陷入盲目的自信与愚蠢的冒险。他也说：“上兵待伐，其势伐交；其势伐兵，其下攻城。”意思是最高明的战略是击破敌人的谋略与信念，其次是破坏敌人的外交联盟，再其次才是用兵作战，最下策才是攻城。这样的层次分明，显示出孙子对战争本质的理解。最好的胜利不是打赢，而是让对方不敢打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这句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。它的核心是一种智慧，真正的强者不需要每次都用武力证明自己，而是让敌人在心理上认输。这种思想不仅应用于战场，也能用于政治、商业、政治、人际关系。孙子对将领的要求也非常高。他说：“将者，智、信、能、勇、言也。智是洞察局势的头脑，信是让部下信任的诚信，能是爱护士兵的心，勇是敢于决断的胆。
治，严是维持军纪的威信，这五者缺一不可。你可以看到，孙子笔下的将领不是蛮横之人，而是兼具理性与情感的领导者。在这战争的战略层面，孙子也强调灵活与变化。他说：“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。”这是心理战的最高境界。当敌人错误判断形势，你就已经赢了一半。现代商业的竞争、外交的谈判，甚至社会的运作，其实都运用在这样的原理。而在整部兵法的后半，他谈到地形与地势，不同的地形会决定军队的行动方式。平地利于骑兵，险地需要谨慎，水战要看潮汐，山地要顾补给。这些看似技术性的分析，背后其实是对孙子的顺势而为的理解。他深知人力有限，唯有顺应，天时地利才能让战争代价最小。是用兼篇，也就是情报与间谍的运用。孙子说：“用兼有无，相兼、内兼、反兼、时兼、身兼。”他把情报工作分得极细，显示出2500年前的中国已经有极高的情报思维。情报不只是偷听与试探，更是心理战的谋略的一环。孙子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东方的军事文化，战国时代的吴起、孙膑都继承了他的学说。到了三国时代，曹操在军中重视谋略，也曾撰写到兵书皆要受孙子启发。诸葛亮的用兵也体现出以智取胜的精神。在日本的战国时代，德川家康与丰臣秀也研读孙子兵法。在日本，孙子被奉为兵法之祖。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军校甚至将孙子兵法列入必修教材。到了现在，西方军校如美国的西点军校、英国的桑德赫斯特军校，也将孙子兵法纳入课程。许多西方的将领，如麦克阿瑟与鲍威尔，都引用过其中的名言。在商业界，孙子兵法更成为管理学与行销学的重要灵感来源。许多企业家相信市场就是战场，谋略就是兵法，谋略即是兵法。不仅如此，孙子兵法的思想也进入了哲学与心理学的领域，不只是胜诉，而是对人的理解。它告诉我们，战争的真正对手其实自己心的欲望与恐惧。当我们能掌握自己，才能掌握局势。孙子的思想之所以能超越时代，是因为他不仅在讲怎么打仗，而在讲怎么面对冲突。他提醒我们，最聪明的胜利是让冲突不必发生。这样的观念在今天依然深刻。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，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执，都是一样的道理。2000多年过去，孙子兵法依旧被翻成很多国的语言，被用于政治、外交、企业、心理战，甚至电子游戏。它不只是一本古书，而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到人性复杂与智慧的光。有人说《孙子兵法》是关于如何赢的书，但更准确的说，它是关于何时该不战的书。真正的强者懂得节制，懂得取舍，也懂得和平的可贵。在那个冷兵器的年代，孙子就已经明白，胜利的最高境界不是毁灭对手，而是让对方心甘情愿地放下武器。这就是孙子兵法。